好，今天来玩一下河南的中立线。想走这条线的话，我们只需要开局点到这个橙色之上就可以了。关于河南的这4条线，我觉得最没用的就是中立线了，因为它不能最快速度成立比河炉，比较难受。可以简单看一下，如果我们走黑线的话，最快速度点到这个统一尼德南就可以了。走红线的话，最快速度点这个给南方带去社会主义。然后走这个南线的话，我们只需要点到这个组建比河炉就行了。然而当我们走这个中立线的时候，永远有一个我们绕不过去的国策，就是这个撤换失败主义政府。这个必须我们在战时才可以点，也就是我们得一直等到这个二战爆发才可以继续往下点。而且这边建立这个比河炉还在特别厚的地方。还有一件事忘了说了，就是如果我们选择走这个中立线的话，就没有办法转战巴达维亚了这个也是河南的一种特殊玩法。不过很少有人会玩这条线，因为特别的折磨，我们要和这个日本在东南亚炸好几年的鱼。这边再说一个只有老玩家知道的细节，就是河南这个国策树设计出来的时候还是没有间谍系统的，所以在旧版本很多人都喜欢开局直接去这个印尼种地这样的话我们能通过点左边的国策最快速度把这个印尼吃到手，能获得大量的工厂和人力。不过现在这个版本我们吃到手也没有核心，所以意义不大，我们还是尽量先点这个须德海吧，守住本土就行了。至于这个河属东印度，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前期给我们提供大量的部队，依然是复制它这个步兵旅过来给我们当田线师。开局还是老几样，没什么好说的。然后4个工厂也简单分配一下，军工尽量建在这块地，因为其他2块地我们不一定守得住。国策还是最快速度先把这个橙色至上给点出来。前期闲得无聊可以玩一下间谍，毕竟待会儿德军进攻我们，他的这个计划值还是挺高的，可以拿间谍压一下。开局可以试着把这些小弟放出来，不过因为我们是中立政体，所以也探不到什么东西。看了一眼这个苏里南，他给的这个资源还挺多的，居然能给我们提供100的旅，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作为这个民主国家，还是有人来我们这边消费的。第一波点数拿到，我们可以先开一个自由贸易，反正我们也没什么资源，然后就是不停的点这2个安抚，把这2个点数先点到50不然点不了这个中立线。这边多的点数可以先上一个间谍内阁玩一玩，其他内阁给我们意义也不大。这边一连串点完之后我们就没事做了，可以先点一下左边的须德海。如果手上枪比较多的话，可以先做一些傀儡的部队出来。2级底盘研究好了，直接整一个中防空这个非常关键，没有中防空我们几乎没有机会打赢德国。这边也是安全起见，我们直接整一个4甲的中防空，这样的话比较硬，不容易被穿。因为我们前期没办法组建比河炉，所以这个部队全靠印尼来提供了。还是那句经典的话，没有流光印尼人最后一滴血之前，河南绝不投降。这局为什么选这个开发南斯台德，然后走这个集中工业，主要就是为了让这个工厂能待在河南。如果放在其他区域的话，我们可能守不住，我们到时候最坏的打算就是守最后这个3角区域。这间谍给我偷了一个重坦底盘回来，这东西没用我们待会儿可能要研究一个反坦克炮，这个比较关键。如果到时候德军有这个中坦时，我们还是得出点穿甲的。一般印尼的部队造到这么多就差不多够我们用的了，接下来只要改一下编制就可以了。还是先删掉3个，24个比较完整，够我们一个将来指挥。接下来应该就不用再造这个枪了，我们主要造这个中防空和炮为主这个枪已经够多了。4个军工拿到手之后，就可以点这边的军事线了。这2个科研槽可拿可不拿对于我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我们也没什么可研究的。这边先把傀儡的编制改一下，改成这种7步2炮1中防空我觉得应该是能守住德军进攻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穿甲深度够不够用。不够的话，待会儿再给它加一个反坦克炮支援连。目前来看，这个炮和中防空还是非常缺的，必须得加大力度制造了。我们待会儿还是要修一点碉堡的，大概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担心不够用，可以再给它修成3级的。
所以说还是走决战计划，毕竟蹲坑能力是最强的。开战前提前点一下这个决议，把战争支持度拉高一点。到了这个39年8月份，波兰拒绝德国最后通牒，离德国打我们还有一会儿，不着急，可以先挖坑。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防线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布拉班特这边的碉堡还没有修，上面这2个碉堡等级都挺高的。目前点数比较多，先点部分动员，因为这个战争支持度想改下面的法案还需要很久。到了这个9月底，德国就对我们宣战了，瞬间就把我的地给踩了。这边英国邀请进阵营，直接加入。看了一下这个重生缓冲国的要求，需要这个比利时和卢森堡同时停止抵抗，所以我们待会儿还不能帮这个比利时防守，必须得把这个比利时给他卖了才行。作为这个英国的忠实盟友，我们在开战前还是先骗一波空饷啊，这边直接把训练拉满。考虑到这个德军也能精顿我们还是给这个普通步兵师装一个反坦吧，这样要饭的时候也能把这个反坦给他要过来。可以看到这个罗马尼亚的装备还是挺多的，居然连这个反坦克炮都是能要的。其他几个国家也都试一试。先简单这么一圈要下来，能给我们装备的国家还是挺多的。当国际乞丐只能说是这个版本最经典的操作，到下个版本我们可以边当买办边要饭。目前来看，给我们装备最多的居然是这个比利时啊，他给的这个枪挺多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来不来得及给，因为接下来他可能就要被德国给灭了。感觉我们正面这个部队随便守，那我们就先抽调一点出来去下面守一下。比利时我就不帮了，这边虽然比利时加入了同盟国，但是我要吃比和卢啊，所以这边都不能守，帮他守了反而是害了我自己。这边英国还给我发远征军，看了一下他这个远征军在哪儿啊？他发到埃及去了，可还行，不过这个位置也不是不能调回来。其实我是很想帮比利时守的，但是这个国策不允许，必须要比利时投降才行。那我们就给自己修点碉堡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法国人根本不补防的，他这个色当都已经漏了，都没有部队过来看一下。还好这个德军没有主动往前走啊。这边比利时的部队撤退不及时，直接被包了吃了。不过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只希望比利时能在死之前把装备全部送给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租借法案，下一批预计在15日后抵达，我不知道要不要帮他守一下，他应该流亡政府了也能送装备的吧？怎么感觉这个法国崩溃的比比利时还快啊？不过这个德军没有抢到什么补给站，所以进攻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等这个布鲁塞尔的补给站修好之后，法国应该就顶不住了。比利时还是非常顽强的，他被打的只剩一个安特卫普了，居然还能不投降。我们这边派2个师帮他堵一会儿。比利时最终还是投降了，不过看了一下，他在这个流亡政府的状态下，还是能把这个装备送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先含泪舔包了。这个最高指挥官的国策点完了，直接把我们的元帅给抠掉了。那我们再换上这个新的元帅吧。但是好像这2个不是一样的人吗？可能是我记错了，先管不了这么多了，我们先把这个防御大师给他安排上，然后再把我们的学说赶紧往下点2级。这个防御攻势还是很重要的。把这个骗空饷的部队都删了之后，发现我们基本上就不缺装备了，现在缺的主要就是这个反坦克炮。反坦克炮先造起来。我现在怎么有一种法国已经守住德国的错觉啊？这个德国怎么进攻就派这么点部队啊？反倒是在我面前放了这么多师。不过无所谓，我们只需要这个卢森堡再投降，我就可以点决议了。现在最棘手的还是这个河属东印度，它会不停的给自己降级，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的这个人力要求就会变低了。到时候我们这个傀儡国部队里面没有人力就尴尬了。这边 AI 还是把它的等级升成了傀儡国啊，现在附属国人力要求是 90%， 我们要额外付那 10% 的人力，直接抽掉了我们 22K 啊。这边多余的火炮再给我们自己的步兵师装上吧，待会儿我们要逐渐把这个傀儡的部队换成我们自己的部队了。感觉法国好像是守住了。从这个得分面板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得分还是最多的，这个很重要，待会儿还得吃德国地呢。到现在我们总共损失了 14K 的人，换掉了德军 42K。 这个德军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根本冲不动我们这个阵线啊。我碉堡其实也不用修了，到现在这边碉堡都是0级，我们直接开5速过时间了。
倒是这个法国有点岌岌可危的样子，但是我们牵制住了德军主力，应该没那么危险。我感觉这个德军有在帮傀儡刷分的嫌疑啊，他给他疯狂的刷战争分数，我都绷不住了。早知道他刷这么快，我们开战前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个河属东印度给吞了。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些部队就不是我的了。这边又给他变成殖民领了，他再变成这个自治领的话，这个傀儡国里面的人力就空了，还是很吓人的。德国这个应该属于是把自己的黄条已经冲没了，他这个部队都不怎么进攻了，但是法国还是没有投降啊，居然在巴黎面前给停住了。还是这个德军的进攻有问题啊，他怎么所有部队就直冲巴黎了呢？这边给小弟送一点点船，延缓一下他的这个自治进度啊。不过感觉这些东西都不顶用，因为只能减一点点，他这个几天就能打到这么多的分数了。这边我们人力够了，就慢慢的偷梁换柱一下，把这些傀儡的部队换成我们自己的编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切换，这个前线应该是已经没有这个印尼人了，这个也属于没有办法。一直让他这样下去的话，他迟早会独立，独立了我们这个部队还是会没人。从现在这个库存来看的话，我们是根本不缺任何装备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造我们的中坦了。这个火车我就先不着急造了，毕竟我们是在守家，并不是要长途进攻。这个后勤有没有无所谓，只要我不造，他就永远没法炸掉我的火车。中坦的话，我们直接用上豪华的2级炮，10块5一辆。没有这个中坦我们是没办法推进的。接下来其他装备就可以先不造了。我们现在这个点数存的差不多了，直接开这个总动员，然后再点一个加人力的，把人力补回来。这边轴心国又对这个希腊宣战了，不过根据德军目前的情况，他应该抽调不出部队了，他这局连这个南斯拉夫都没有打，明显是部队不够用了。他这个所有部队全在法国境内，就是冲不下巴黎。总的来说，这个 AI 的逻辑还是比较怪的。他现在进攻巴黎的部队都是状态极差的，而法国已经在这边蹲了很久了。这边还是被德军的装甲师强行撞下来一格啊，不过影响应该不大，只是失去了这个沿河的保护。这个德国找错目标了呀，你每隔堆10个师打我有什么用？这法国打不下来，你打我打再久也没有意义啊。到了这个11月份，傀儡国的部队已经成功被我们换成了自己的部队啊，成功阻止了这个傀儡国想独立的想法啊，就差一点让他独立了。这个伯恩哈德亲王没什么用啊，虽然把他任命为将领了，但是他一直给我们加的是飞行的 buff。然而我并没有这个空军。这边德国对南斯拉夫宣战了，可以看到轴心国在南斯拉夫的前线每格只能放上1个师，非常的可怜。我觉得南斯拉夫应该有能力把这个轴心国给反杀掉吧，他这个都解决不掉，那也没办法了，德国主力师全在我面前呢。感觉一直在这边蹲坑比不停的包饺子都要爽。 AI 对于玩家的仇恨值是非常大的，可以一直在这边刷战损。德军已经被我们刷掉了210万了，然而我们只损失了6万。虽然前线有很多绿色气泡，但是南斯拉夫的部队好像还是没那么多，估计还能再守一会儿。我实在没搞懂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德国到现在都没有打卢森堡啊。这个请求同盟国援助的国策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它需要我们停止抵抗，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会停止抵抗啊，这个一辈子也用不到了。南斯拉夫最终还是停止了抵抗，同盟国的部队可能要被全包在这边吃了。不，希腊这边还有不少部队，还是能救回来。感觉这样不太好吧，再这样下去，这个英国的分要刷的比我高了。我们现在只占40%几了，英国已经有22%了。这德国在这边给同盟国刷分啊！我现在实在没地方种地了，但是我点了之后发现并没有给我加格子。它这个工业用地拨款选择后效果就是扣我的稳定度和战争支持度，那没有办法了，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我们只能打出去了。这边给我们的主力师加上一个中坦，然后再加上一个炮，把我们宽度弄成27宽吧。威廉明纳主义先不着急点，点了之后这个英国会不停的把我们踢出阵营，很恶心。
反正这个 AI 设置有问题。这边还是用同样的手段拿下德国啊！这个德国的部队现在已经填不满线了，不知道他部队都去哪儿了。等了好久，总算是等到了德国对卢森堡宣战啊！已经到了这个41年的4月了，再不宣战，我没法点国策了呀！太及时了，只能说。我们现在这边蹲住。这个卢森堡有没有不重要啊？没有对我很重要。正好我们可以点这个重申缓冲国的决议了，赶紧点上。感觉现在这个德国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赶紧大规模制造部队啊，准备一拳打死德国。好，到了6月份，我们就把这个缓冲国倡议点完了，看看英国怎么说。联合王国支持重建尼德兰联合王国的倡议，我们直接吞并了比利时和卢森堡啊。那这下我们就有借口往回打了，这边直接准备包绕一波德军。目前还不能否认伦敦条约，所以拿不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核心，从这边打的话会比较麻烦。我们还是选择直接集结重兵在这个埃森和多特蒙德这边出发，然后直接冲往马奇诺，这样子应该能把德军状态最佳的一波正规军全部给吃掉。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德军正面好像就没几个师啊。其实我们在哪里冲都是一样的，因为吞并了这个比利时，结果比利时的非洲领土也直接归我们了，这边还多给我塞了一个师，直接删掉。然后在这个巴尔干地区还有比利时不少部队，感觉状态都不怎么样，直接全删了吧，回点人力。
这局没有做德国的合作政府，导致这个德国异常的难解决啊。这个主要也是因为我们之前是这个民主没办法做，现在才转成这个中立的。打到这边总算是结束了。刚刚看了一眼，意大利居然变成我们小弟了。考虑到我们的基本盘太小，我们还是把德国全吃了，不然接下来没办法发展了。先一点点吃吧，我们这局抢的分感觉没多少啊，也就比英国和法国多1倍。大概就先这样吧，我们这个分实在不够抢的了，应该够了吧。确认并退出看一下。这个仗一打完就被英国逐出阵营了，这边多了一个德意志共和国，不知道 AI 怎么放出来的。现在英国又邀请我们加入阵营，我肯定是不加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个同盟国宣战了。不过现在又被这个日本宣战了小弟啊，我们还得去救一下。